公主，不好了！驸马的马车在郊外坠入山崖了！什么？传本宫令，命人火速前往太医院，将所有当值太医全部调去救援！快！只是，属下带人赶到崖底时，发现驸马虽然重伤昏迷，可怀里还死死地抱着陆清霜陆姑娘。回公主，那陆姑娘也昏迷了。驸马爷即便在梦里，手也攥得极紧，奴才们想尽办法也分不开他们。攥得紧，生死关头还演一出深情不复，太医不必全部过来了。公主，驸马爷生死未卜。去长风观，请那位最擅长炼魂定神的无上道长过来。殿下，属下刚才试过，驸马握得实在太紧，属下怕强行分开会伤了驸马，无法轻易撇开。或许太医有办法。微臣可以。不用了，既然他这么爱攥着，那就让他攥个够。如此甚好。道长，本宫不要他死，也不要他醒。公主的意思是，将他的魂锁进这枚玉佩里。大师，开始吧，将他的魂给本宫抽出来，锁进这枚玉佩里。本宫要让他亲眼看看，他眼中那个真实的世间究竟是怎样的。禀殿下，锁魂之后，驸马的肉身将瞬间失去活力，从此变成一个活死人。活死人，正合本宫心意。等元佛散尽时，味觉自然会从玉佩里出来。至于是什么时候，只能看天意。好一个天意！既然是老天爷定夺，那本宫就觉得公平的很。味觉，你不是爱极了你的小青梅吗？你不是一心想护着你那亲妹妹，爱中你那慈祥的母亲吗？本宫要你在玉佩里睁大眼看着，看陆清霜如何着秦墓主，看你妹妹如何薄情寡义，看你母亲如何见利忘义。求死不得，求生不能，味觉，这才是你真正该有的惩罚。来人，把这两个废人抬下去，好生供养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13啊，满京城的少年郎都在这儿了，你告诉父皇，你到底中意哪一个？味觉。那个魏家的小子，朕见过他，确实生得极好，可他空有一副皮相，秉性狂放不拘，实在并非良配。凌月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父皇，女儿点名要他，图的就是他那副好皮相。陛下，魏大人确实是京城头一份的俊俏，只是那脾气在官场上也是出了名的。他的秉性，在大秦，他脾气再大，还能大得过本宫？陛下终究是疼您的，这宫里先后诞下13位公主，可怜那些公主们，到最后能活到成年的，也就只有您一个。是啊，我那个皇妹13岁去世那年，父皇罢朝3日，在寝宫里哭得泪都干了。所以只要您肯开口出嫁，陛下高兴都来不及。即便您选了性格最难驯的魏大人，这赐婚圣旨还不是立刻就送到了魏家？他只需长得好看，其他的本宫不在乎。启禀殿下，魏爵在府外求见。带他去凉亭等着。臣魏爵冒昧求见，是求殿下收回成命，求陛下撤回圣旨。圣旨刚下，你就急着见本宫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臣邻里有一青梅，自幼相识，已与其约定3生，此生不愿相负。臣不愿欺瞒殿下，更不敢误了殿下的终身。约定3生，魏大人倒是生了一副长情的心肠。本宫虽然不屑夺人所好，但若被你就这么退了婚，本宫的脸往哪儿搁？皇家的威严何在？只要能保全他，臣甘愿受罚。退婚也可，不过带你的那位青梅前来见本宫一面，本宫倒想亲眼看看，究竟是何等的国色天香，能令魏大人如此执着，连大秦的驸马之位都能弃如敝屣。3日后带他来见本宫。这位陆姑娘生的倒确实我见犹怜，难怪魏大人如此执着。
是很美丽，但并非绝响。臣已带青霜见过殿下，不知殿下可看清了？看清楚了，魏大人心悦她，果然是动了真心的。备车，进宫。凌月，你当真想好了？圣旨刚下没多久，你现在让父皇收回来，皇家的颜面往哪儿放？父皇，女儿见过那陆姑娘，便知强扭的瓜不甜，何必强求一个心不在女儿身上的人？爸，朕总共就你这一个活到成年的女儿，不依着你，还能依着谁？宁生，你且说说，本宫与那陆清霜相比，谁更美？陆清霜，那是谁？好一个那是谁！魏爵有个青梅，本宫难道就没有个竹马吗？你陪在本宫身边这么多年，从未离开。本宫问你，你心中可有心悦的女子？属下心中只有剑。很好，看来你是要跟你的剑过一辈子了。启禀殿下，宫里传出消息，信王被人告发谋反，圣上震怒。魏家竟也牵扯其中，按大齐律当抄家流放。魏家，魏爵呢？回殿下，魏家已经被禁军围了。魏大人他不知从哪儿逃了出来，此刻正在长公主府门前跪着求见。有意思，刚求着本宫退婚，转头就去求本宫的姑母救她的命。备车，去长公主府。她既然有脸跪在姑母门前，本宫便去看看这位宁死不做驸马的人，如今是个什么模样。从前只觉得魏大人像画里走出来的，如今看这剑舞，这画倒是像活过来了一样。这样的尤物当真是世间难得。令月，若非他曾被你赐过婚，他早就是本宫的囊中之物了。如今他为了魏家求到本宫门下，你到底要不要？魏大人不说话，是等着本宫替你决断。魏爵，本宫问你，你那位说好要约定三生的青梅呢？于臣再无瓜葛。陆家倒是跑得快，魏家刚出事，他们就立刻断交，听说全家都举家搬迁了。可不是嘛，那位陆大人现在正四处托关系，想谋个外放的官职出京避风头。魏大人，听说你那位心尖尖上的陆清霜已经跟你退了婚。是。被人2次退婚，即便你是男子，名声上也遭不住了吧？更何况如今的魏家牵扯进信王谋反，哪里还有名声可言？魏爵，你如今除了公主，还有谁能救你魏家？魏爵，你听好，本宫虽然一向任性妄为，但那只在本宫自己的私事上。谋反贪污是国家大事，本宫绝不会拿来谋私。魏家若是清白的，父皇圣明自会还你清白；魏家若是不清白，你也该心甘情愿的认命。你既然享受了那么多年的富贵，如今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你这副容颜虽好，但不该是你拿来交易的筹码。启禀殿下，信王案查清楚了，魏家只曾在信王寿宴上送过礼，并无密切往来。圣上下旨，魏家已恢复旧貌，依然是朝中显贵。那陆家呢？陆家怕受牵连躲得远，如今魏家复宠，陆家也不敢露面。听闻两家的关系是彻底断了，并没恢复。那魏爵呢？魏公子自那日离了长公主府，便日日去城外清虚观打坐，说是要等殿下消气。备车，本宫要亲自走一趟，本宫倒要看看他这打坐打的是什么算盘。
你疯了！你为何救我？是为了报答殿下救了魏家的恩情。报恩？魏娟，你究竟是不信本宫那日说的话，还是不信你父亲的清白？你竟以为魏家的生机是本宫拿权势换来的？送他去诊治，用最好的药，不准他死。是。殿下，快瞧，这血怎么被玉佩吃进去了？本宫想起无上道长的话，他说本宫命中注定有一情劫。情劫？劫难之后自然天高海阔，行止由心。看来魏绝就是本宫的那道劫，既然是劫，那本宫便渡了他。魏大人，命保住了，现下咱们来算算账。殿下，救命之恩以身相报，和救命之恩来日当报。魏绝，你选哪一个？臣以为驸马都尉的官职对臣来说刚刚好。瞧瞧，魏大人笑起来可真是比那满园的春色还撩人，咱们殿下脸都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让父皇早日拟制，别误了本宫的大好年华。看着他那一副好颜色，我只觉长风观道士说的那场情劫似乎也并不是那么难过。可我没想到婚后3年里，公主身份再贵重，如今也是魏家的儿媳，怎能连成婚定审都做不到？婆媳不和。嫂嫂，这京城时兴的红宝头面，我哥说你会帮我准备的，你可不能小气。姑嫂算计。杰哥哥，若非当年你现在身边的人，本该是我。还有这青梅阴魂不散。殿下，驸马今日又去了陆姑娘府上，说是有旧友聚会，晚些回来。旧友？他这旧友聚了3年，还没聚完。这3年里，婆媳不和，姑嫂算计，再加上那位陆姑娘阴魂不散，殿下您受委屈了。我错了，劫必就是劫，并不会因为披了一层漂亮的糖衣，就能让人忽视他的苦涩。这3年，我与他之间那点情谊，早就被这些矛盾消磨殆尽了。魏绝，这场戏，本宫陪你演够了。大师，开始吧，将他的魂给本宫抽出来，锁进这枚玉佩里。本宫要让他亲眼看看，他眼中那个真实的世间究竟是怎样的。云殿下，锁魂之后，驸马的肉身将瞬间失去活力，从此变成一个活死人。活死人，正合本宫心意。等缘分散尽时，魏绝自然会从玉佩里出来。至于是什么时候，只能看天意。天意？好一个天意！既然是老天爷定夺，那本宫就觉得公平的很。魏绝，好好看着吧，看着你舍命护着的这些人，究竟有多薄情寡义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让我回去！银令玉，你听见没有？放我出去！太医，继续救助。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得给本宫吊着。殿下，您守了这么久，先用些茶点压压惊吧。银令玉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我都变成这副样子了，你居然还能坐在这里喝茶吃点心？你说话呀！啊！
殿下，您这是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茶格外清甜。你说话啊！你这个毒妇！你以前说心悦我，难道全是假的吗？青霜，你醒了，别怕我在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公主殿下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驸马爷！臣女求您了，只要能救活他，要臣女做什么都行。青霜，别磕了，不要跪这个毒妇！这头磕的倒是响亮。陆姑娘，为了演这出情深意重，你还真是不遗余力啊！臣女是一心牵挂驸马安危，绝无虚言。这种苦肉计，本宫见得多了。你若真想救他，何不换个法子？青霜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迎令月，这就是我选青霜的理由。他永远会无条件站在我这边，永远需要我。可你呢？你只会高高在上的施舍恩德。你这种女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情。太医院太医都在这全力救治，陆姑娘，你还有何不满？臣女没有，臣女只是担心驸马。你只是想在大庭广众下显得你情深意重，好让旁人觉得本宫这个正妻是虚情假意，对吗？臣女绝无此意。既然绝无此意，那你现在哭什么？跪什么？若本宫真的虚情假意，你觉得你还能在这醒过来演这出戏吗？迎令月，你何必这样咄咄逼人？听说他只是太单纯，太担心我了。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像你一样铁石心肠吗？罢了，3年的情谊，终究是为了狗。启禀殿下，微臣遇到了难处，微臣需要将陆姑娘与驸马爷分开，方能进行下一步诊治。那就分，这种小事也要来回本宫。可驸马爷抓的实在太紧了，他的手指已经完全僵硬，像是生生锁在了陆姑娘腕上。微臣试了所有法子，根本无法在不伤人的情况下将他们分开。既然分不开，那就砍了吧。殿下，你说什么？本宫说砍手。陆姑娘，既然分不开，本宫给你个选择，砍你的胳膊还是砍魏绝的胳膊，你选吧。殿下，人命关天，怎能随意砍人肢体？迎令月，你竟然如此恶毒！我是你的丈夫，而青霜只是个弱女子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选你这种毒妇。殿下，驸马爷的伤已处理妥当，接下来只能等他自然醒来了。那我呢？那我怎么办？太医，你别走，你们还没把我们分开。怎么办？陆小姐既然不信本宫请来的御医，那就请回吧。回哪儿？来人，送陆小姐回陆府。既然分不开，就让她自己想法子让魏绝松手。殿下，开恩啊！臣女不能这样回去，臣女这样回去还怎么做人？京城百姓会怎么看臣女？迎令月，你这是要毁了他！你这卑鄙小人！怎么做人？陆姑娘，你与有妇之夫勾肩搭背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名声？一路上绕着闹市走。既然他们想生死相随，那本宫就替他们昭告天下。不要！禀殿下，侍卫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将人抬回陆府了。陆姑娘这一路上掩面痛哭，几乎哭断了气。外面动静如何？闹市里众人围观，都觉得这连体鸳鸯是百年难见的奇景，纷纷打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怎么回的？奴婢记着殿下的吩咐，没有丝毫遮掩，如实奉告了他们坠崖和紧紧相扣的事，就是要如此。既然敢做这种事，就得有胆子认。他陆清霜既然不顾羞耻，
本宫又何必替他遮羞？迎令月，你怎敢如此？你知不知道流言蜚语能杀人？你这样大张旗鼓，会让秦霜名声扫地，你让他以后如何做人？有些人总觉得，只要本宫爱惨了他，就该对他为所欲为的行为无限容忍。陆清霜在跟他勾勾搭搭的时候，就该想到自己的名声。殿下，您这是在说谁？说一个得寸进尺的混账，他自己都不考虑的东西，本宫凭什么替他考虑？你这个毒妇！你以前说会为了我忍受一切，都是骗我的吗？你竟然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！传笔墨伺候。殿下，您这是要写奏折给陛下？不，本宫要写休书。这驸马之位，他既然做得这么不舒坦，本宫便成全他。你要休了我，迎令月，你疯了！全天下哪有公主休驸马的道理？迎令月，你以为在这装腔作势，我就会怕了？你以前为了我连尊严都能不要，现在演这出给谁看？殿下，婚姻非儿戏，公主休夫更是大秦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之事。请殿下为了名声再三思啊！一个脏了的男人而已，何须费心？脏了？你竟然说我脏了？当初是谁求着父皇赐婚，说我是世间绝色的？拿去，即刻送去魏府，告诉魏家的人，从今往后，魏爵与本宫再无瓜葛。好极了，迎令月，这可是你求之不得的。从此你我一别两宽，再无干系。殿下，魏府那边若是闹起来，不必管他。不过，他虽然当了鬼，但飘着的样子倒还真有几分仙气。备车，本宫要回宫住几日。殿下，您在宫里清静了7日，这外面已经天翻地覆了。不行，求您开门，让女儿进去吧。滚！陆家没有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。当初与魏爵退婚的是你，如今在大街上勾勾搭搭的也是你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这就是陆家大小姐。她和那个男人，哼！陆大人，既然您不要这女儿，那我家驸马爷，我们魏府可就接走了。母亲，快救救秦霜，她被吓坏了。老夫人，你贱婢！当初魏家蒙难，你陆家跑得何其快！如今我儿好不容易与公主成亲，魏家眼看就要大富大贵，你却又横亘其中。臣女是真心担心爵哥哥。真心？你可知公主已经写下了休书？我魏家到底如何对不住你？你要一次次害我儿性命，毁我儿前程！不，这不是我母亲，母亲分明最疼清霜的，怎么会？公主的休书已经在路上了，魏家的荣华富贵全被你给毁了！你这个丧门星，若是觉儿醒不过来，我要你偿命！请了这么多大夫，还没法子让他们分开吗？老夫人息怒，驸马爷虽是昏迷，但那手指由于受力太久已彻底僵硬，若是强行掰开，恐怕伤及筋骨。若一定要分开，这用锯开，那是老身的亲儿子，你这庸医！不能锯，老夫人救命！大夫没用，
那就只能去求公主了。娘，咱们都来了多少次了，那迎令月根本连门都不让咱们进，进不去也得等。你哥哥和陆家那贱婢如今连在一起，那就是他不忠不贞的活证。若是求不到公主原谅，魏家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都怪哥哥，为了个陆清香把全家都搭进去了，如今全京城都拿咱们魏家当笑话看。我何尝不知，可如今只能日日来告罪，希望能让公主消气。姐姐，两位姐姐，搭把手帮我穿一下衣服吧，我这样实在动弹不得。哟，陆姑娘这会儿知道开口求人了。当初背着公主勾引我们大人的时候，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怎么这会儿连件衣服都对付不上了？咱们魏家上下都快被你这个丧门星害死了，这会儿还想让咱们像主子一样伺候你，想得美！我想出宫，求你们行个方便。来人呐，抬担下，陆姑娘要挪窝了。你们站远些，抢过去，不许看！陆姑娘，这屋里全是我们魏家的人，驸马爷也在你身边死死盯着呢，你还要什么隐私尊严？凑合着吧，省得咱们抬着驸马爷受累。住手！你们这群卑贱的恶奴，快放开他！瞧见没，那位陆姑娘现在连出宫吃饭都得咱们驸马爷寸步不离的陪着，那副样子活像个供人取笑的猴。什么陆姑娘，我看就是个害人精。咱们老夫人发话了，只要留她一口气不死，怎么折磨都行，就是要让她知道这名分可不是好占的。青霜，再忍一忍。我方才听见母亲说了，她又重金请了几位名医，明日定能想到法子将你救出来。噩梦，这就是个没完没了的噩梦。不是噩梦，青霜，你看看我，我不会让你一直受这种屈辱的，我保证。等咱们脱了困，我定要3书6礼，补你一个盛大的婚礼。这屋里的味儿真是绝了。两位姐姐，我想喝点清粥，能不能去厨房帮我盛一碗？事儿真多。行，你在这待着，可别乱动，省得连累咱们。青霜，哪里不舒服？青霜，动了，终于动了。住手！我是为了救你。陆青霜，你看看我，那是我的手。魏郎，你一向是对我最好的，你瞧，我这几日受了多少苦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若你现在醒着，一定也舍不得我被这般折辱，一定愿意让我掰断你的手指来救我的，是不是？青霜，你走了，你竟然就这样走了。宁生，你猜本宫刚才在玉佩里看到了什么？属下愚钝，请殿下明示。他那缕游魂如今虽然飘出去了，可他和玉佩之间的牵绊还在。玉佩映出了他方才所见的一切。陆清霜逃了，他亲手掰断了魏珏的3根手指，还告诉魏珏，若他醒着，
一定愿意。这位陆姑娘比属下想象中要狠辣得多。是啊，本宫也没想到，她不仅狠，还狠得理直气壮。殿下，这殿内似乎有些冷得古怪。无妨，只是有个伤心人回来了。这日子过得平淡了些，去传本宫旨意，请梨园最好的伶人进宫，本宫要看戏跳舞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这些男伶的舞姿当真有几分力道，女伶的腰肢也软得恰到好处。这宫外的戏果然更有趣些。殿下若喜欢，往后天天请他们进来便是。只要殿下开心，这满园的春色都是您的。迎丽月，迎丽月，你当初不是说此生唯我不嫁吗？现在你眼里全是这些卑贱的伶人！迎令月，你真的没有心吗？你一点也不为我难过吗？当初你为了得到我，用尽手段求父皇赐婚，如今见我落难，已经弃我如敝蚁，还要在这莺歌燕舞中寻欢作乐。若不是你插手，我和清霜早已经夫唱妇随，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。是你毁了我们，你对不起我在先，我对不起你一次又何妨？本宫今日才发现，这人间美景如云，值得的人多的是。殿下，至于那些不值得的东西，连在这店里占个位置都让本宫觉得晦气。启禀殿下，外面有人来报，魏家老夫人为了替子求情，已经在公主府门前连着跪了7日。方才由于体力不支，已经跪晕死过去了。哦，跪晕了。是，魏家那位二小姐未央，现下正守在老夫人身边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引了不少百姓围观。母亲，平令月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母亲待你一向亲厚，即便我当初拒绝赐婚，她也曾百般劝我。如今她在你门前跪了整整7日，你难道真的狠心不去看看她吗？殿下，魏老夫人毕竟是长辈，现下人晕了，闹得满城风雨的，您看咱们是不是得去探望一番？探望？本宫昨夜听了一夜的曲儿，现下乏得很。可魏家那边，魏家人是都死绝了吗？既然自家的主母都照料不好，任由他在大街上卖惨丢人，留着这群酒囊饭袋还有什么用？已经如此羞辱我魏家，传告下去，往后只要是关于魏家的消息，无论是跪了还是死了，都不必再来回禀本宫，免得坏了本宫的兴致。是，奴婢明白了，这就吩咐下去。关于魏家的事，一律不得再传进殿内。平令月，你好狠的心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殿下醒了？什么时辰了？回殿下，已经黄昏了。您这一觉睡得沉，连御膳房送来的点心都没顾上吃。殿下，想，魏母被抬回去之后已经醒了，醒来第一句话是让魏家下人继续来公主府门口跪着。她说除非她咽气，否则绝不罢休。
京城里如今都在议论，说魏老夫人这是要以死相逼，用一条老命来换殿下的回心转意。以死相逼，他倒是演的一出好戏。可惜他死不死，本宫并不关心。不过本宫倒是好奇一件事，宁生，你见过魏母年轻的时候吗？属下不曾见过，但属下见过她现在的样子，苍老干净，满脸戾气，跪在公主府门前又哭又嚎，与市井泼妇无异。哦，那你觉得她长得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好一个不好看！宁生，你说话倒是越来越投本宫脾气了。是啊，当年魏公是大秦第一美男子，魏母是大秦第一美人，这两人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若非如此，又怎能生出魏绝那样狼艳独绝、世无之二的人物？可这美人啊，若是一心只想利用美貌去攀附、去谋算，那双眼里满是贪婪与势力，便早已目下无尘，不觉得美了。去传话，本宫饿了，让御膳房备一桌好菜。至于魏家，他们若真想死，本宫绝不拦着。殿下，京城里出大事了，现在满大街都在传魏家的事儿。传什么？传魏家老夫人为了替驸马求情，那是真的诚心悔过，人都跪倒在您府门口了。现在魏府传出消息，说老夫人病得极重，二小姐魏环日日守在榻前，不眠不休，人都瘦得像黄花似的，好不可怜。殿下，这魏家人真是太阴损了，这哪是求情，分明是仗着百姓不知情，想利用悠悠众口来逼宫，败坏您的名声。殿下，奴婢听着心里都堵得慌，要不奴婢找人去把那些乱嚼舌根的嘴全缝起来。缝嘴？魏母这出戏唱得满城皆知，缝住几张嘴有什么用？魏觉总觉得他母亲待我亲厚，在他眼里，他母亲万般皆好，但在本宫眼里，他不过是个被欲望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漂亮壳子。他想利用这悠悠众口，让本宫下不来台，那是他打错了算盘。备马，既然他觉得这一品诰命的名头让他跪得太累，那本宫就替他卸了这担子。凌月，你当真要朕下这道旨？一品诰命，可是朕当初为了你，特意给魏家的体面。父皇，当初您为了让魏爵配得上儿臣，硬是把魏父一个4品官抬到了3品，还破格赐了魏母1品诰命。可他们拿着皇家的体面，却在干着算计儿臣的勾当。既然这份体面他们接不住，那便收回来。罢了，朕准了，传朕旨意，褫夺魏母1顶诰命夫人封号，收回所有俸禄田产，从此不得入宫。殿下，圣旨一到魏家，那边全乱了。听闻二小姐魏环当场哭得晕了过去。这1品诰命，生时可着凤凰服，死后配享太庙，何等显赫！如今被褫夺，他们怕是比死了还难受。1品诰命不仅是荣宠，还有那可观的俸禄田产。他们既然喜欢在人前卖惨，本宫便让他们惨得名副其实。宁令月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来人，这寝殿里似乎进了些不干净的脏东西，冲撞的本宫心神不宁。殿下恕罪，是奴婢失职。这是本宫特意请长风关道长画的定魂符，就算是鬼，也得守本宫的规矩。记住了，这大秦的寝宫，不是什么孤魂野鬼都能窥色的地方。
动作快些，寝宫上下都要贴满，要保证一只孤魂野鬼也进不来。是啊，是。不对，殷凌月，你刚才那话是对着我说的。你能看见我，你能感受得到我，是不是？你一直都知道我在玉佩里，你在看我笑话，你一直在骗我。宁生，属下在。本宫有些乏了，却睡不着，给本宫讲个故事吧。宁生，本宫让你讲个故事消遣，你磨蹭什么呢？属下杀人护卫在先，这讲故事实在为难。讲，哪怕是民间的野史烂调，只要能堵住这店里某些人的嘴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。宁生，你是打算让本宫去感悟佛法，还是想让本宫去庙里出家？属下知罪，那属下换一个。从前有一个公主，她飞扬恣意，清丽无双，是大秦最明亮的明珠。有一天，她情窦初开，决定找一个这世上最英俊、最博学的男子为驸马。在那故事里，驸马也是钟情于公主的。他们初见于长街，惊鸿一瞥，便定下终生。虽然历经了无数千难万险，有奸人挑拨，有家国动荡，但他们始终不离不弃。千难万险，不离不弃。是，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子孙满堂。那是假的，迎令月他讲的都是假的，我当初根本不想娶你。最后，他们白头偕老，成了这世间最让人羡慕的一对神仙眷侣。殿下，故事讲完了。讲得不错，故事里的驸马大概是长了一颗玲珑剔透且只装得下公主一人的心。殿下，故事终究只是故事。是啊，不过你这故事编得真好，好的让本宫觉得这大秦的夜色都有些烫人了。故事里的驸马情深似海，可现实中我与魏绝的生活从来只有那一地的鸡毛蒜皮，让人作呕。殿下，今日是家母寿辰，你既已入魏明家，便不再敢检视公主。按家礼，你当以儿媳之礼跪地拜见，给家母增辉。本宫身为皇家女儿，出巡即是皇命。魏绝，本宫若今日这一跪拜下去，大秦公主的仪仗便彻底折在了你魏府。你满口都是尊严仪仗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母亲的颜面还抵不过你那点高傲？本宫已被厚礼全了礼数，想要本宫下跪，除非父皇驾临。迎令月，你简直冥顽不灵！哪来的丑八怪？没长眼睛吗？挡了本小姐的路。瞧你这副尊容，真叫人作呕。老夫虽貌丑，却也知大秦法度。魏小姐，若你是因老夫容貌便可随意践踏，那大秦的律法怕是要重新写了。是宰相大人！不可能！迎令月，你既然明知那是宰相在微服私访，为何不提醒贤儿？他在大街上撒野，本宫当时在府内，如何救他？你若是心里真有魏家，平时多教导他，宰相怎敢当众给他难堪？你根本没把我们当家人。现实的惨淡，不一而举。宁生，你说这感情是不是就这样被生活中的琐碎消磨没了的？殿下，其后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本宫与他真正做到了相敬如宾，不相妒。在我心中，他是本宫必经的一场劫难；在他心中，
本宫想必也是他必须度过的孽障。既然过成这样，本宫倒要谢谢他的不忠。这份背叛才是彼此解脱的契机。本宫觉得这真的很好。殿下，寝殿上下的符箓已经贴完了。清静了，让本宫瞧瞧，我那驸马此刻又飘到了何处？迎灵月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？坏了，母亲还在病榻上等着我，我得马上回去。母亲，孩儿马上归家了，等等我。母亲，孩儿回来了，您睁开眼看看我。再端盆热水来，娘要是出了事，你们这些下人都得陪葬。是。哭什么哭？浩丧呢？你娘我还没死。娘，你好了？您刚才吓死女儿了，我还以为您真被那迎灵月气出个好歹。母亲，您是装的。老身这一晕，不过是想看看公主最后一点反应。本以为她对我这个婆母还有几分往昔的香火情，可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狠绝。唉，终究是你哥哥对不住她，把这大好的前程和情谊都给做没了。娘，你怎么还向着他说好话？哥哥哪里做错了？明明是那贱人为了得到哥哥，故意设局构陷我家，才害得哥哥不得不弯腰低头委身于他。若非他用权势逼迫，清霜姐姐和哥哥怎会老鸟纷纷？构陷？魏家当年是他构陷的。他把哥哥当玩物，如今玩腻了又一脚踹开。她这种女人根本不配进我魏家的门，她欠我哥的，欠咱们魏家的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住口！你这蠢货，你想害死魏家满门吗？娘，您竟然为了那个迎灵月打我！为娘平日里教你如何说话的，身为大家闺拗，张口见人，闭口构陷，出口成脏。还有，以后魏家上下休要再提陆清霜那个祸害。他为了脱身，生生掰断你哥哥3根手指，这等毒妇也配做我魏家人？母亲，您早就知道了。傻孩子，娘以前没给你讲透，是想护着你那点天真。可如今大势已去，娘不妨全告诉你。信王案那年，你爹确实给信王府送过寿礼，求过关系。虽然最后查无实据，可当时信王一党被株连者何止上百。若不是公主在那节骨眼上对你哥哥动了心，圣上看在公主的面上从轻发落，你以为魏家能全身而退？什么？公主从未从中作梗，更谈不上什么构陷。相反，那桩姻缘是娘在佛前求了千百遍，费尽心机才极力促成的。不可能，不是迎灵月逼我的吗？是他用权势。哼，陆家那是什么东西？趋炎附势，一看魏家出事，跑得比狗还快，落井下石。他们根本不配与我家结两姓之好。是我豁出这张老脸，说动你哥哥去走长公主的门路，跳那场剑舞，才让令月公主动心。信王倒台的那一刻，娘就明白了，这世道只有依附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才能保住我家世代平安，保住你们的荣华富贵。令月公主就是最好的路子，可惜啊，你哥哥实在是太不争气了。老身费尽心思给他铺好的金砖大路，他竟然为了陆清霜那个丧门生自毁长城。他毁的不是一个公主的宠爱，他毁的是我们魏家100年的根基。娘，
一直以来，哥哥和我们都以为是那银令月仗着圣宠胡作非为，强抢民男。可娘，您既然知道真相，为什么不早点与哥哥说清楚？说清楚，男儿大丈夫，理当以建功立业、保全门楣为重。本以为他是个聪明的，老身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如此不成器。若是早知他会耽溺于那点男女私情，当初老身就是拿绳子捆，也要让他与公主举案齐。魏家的荣耀，你爹的性命，在他眼里难道还抵不过一个陆青商？说到底，都是那个陆青商害的。还有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能瞒得过老身的眼？若非你在中间撺掇，若非你私下里给你哥哥和陆清武传信送信，他们岂能藕断丝连到今日？是你亲手断了魏家的青云路，给老身滚去祠堂闭门思过。没有我的准许，你若是敢踏出房门半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不是狗血，没有下作手段，全是你设的局。母亲，你竟然把我卖给了皇家，还让我去恨那个救了我们全家的人。令月，我是不是错得离谱？我一直以为是你用了下作手段逼我和你成亲，我以为我才是那个委曲求全的人。我恨了你3年，冷落了你3年，可原来你才是那个被魏家算计的最深的人。殿下，夜深了，露水重，仔细伤了身子。魏家那边现在闹得天翻地覆，翻不出什么浪花来的。错的离谱又怎样？殿下，晚了。他以为流几滴眼泪，说几句追悔莫及的话，本宫就要感激涕零的原谅吗？接下来的戏，本宫要让他一点一点把这3年欠本宫的尊严和真心，全都血淋淋的吐出来。殿下，周家3郎带人登门卫府，说是要退婚。退婚？周家动作倒比本宫预想的要快。属下记得，周家可是世代簪绫，一门2位国公。魏二小姐当初能攀上这门亲，可是京城的一段奇缘。奇缘？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算计。当年赏花宴，未央故意与周3郎一同落水，众目睽睽之下有了肌肤之亲，周家重名声，这才被迫吞了这只苍蝇。本宫当挑心存一丝怜悯，想告知魏姬由来，谁知刚开口，他便是一脸厌恶，恨不得本宫是个恶人。3年了，如今本宫倒要看看，没了皇家庇护，他魏延还有没有那落水的胆量。3郎，你这是何意？2家婚约已定，你此时退婚，置我魏家颜面于何地？魏大人，魏家如今是个什么名声，不必我多言了。这门亲事，周家高攀不起。3郎，你把话说明白，为什么退婚？周3郎，你站住！你今日若敢走出这大门，若不给我一个明白，我便立刻刺死在这里！逆女，你把簪子放下！环儿，不要啊！你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弄个清楚？好，
那便借一步说话。都下去，封锁正厅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三郎，你今日这般决绝，当真要将往日情分一笔勾销吗？你我定亲以来，我对你如何，你难道心中当真不知？你当真对我无情到了这种地步？我周三郎虽然不才，却绝非那种只知贪恋美色的蠢货。三郎，你在说什么？赏花宴上发生的事，你以为没人看得见吗？魏延，是你先暗算我，才引得我与你一起落水。此事，你认是不认？没有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那是意外。这香囊是你那天掉在池边的，我去还你香囊，才刚刚靠近，闻到你身上那股百合花香，我便觉得头晕目眩，身不由己地随你一起坠入池中。不过是一个香囊，能说明是……事后我专门请了大夫查验，这香囊中的药草，单独闻并无大碍，可若与你当日裙上的百合花香混合，便是一剂能让人瞬间失神的迷药。魏环，你敢说这香囊不是你故意掉落引我过去？如果你非要狡辩，要不要我将你买药的那个药铺店家也找来，在这魏府大庭上与你当众对质？不，三郎，你听我说，就算我做错了事，可我是真心爱慕你啊！我若非爱你入骨，又何必搭上自己的名节去设这个局？你从前既然答应了这亲事，说明你对我有情，现在为何又要退婚？难道你看我魏家沦落，也要落井下石吗？你不是这样的人啊！魏延，你以为那日落水后的沉默是情分？你错了，我周三郎内心从来就没有搭宠过这门亲事。不，自从知道那天是被你暗算，我心中对你只有透骨的厌恶。之所以还维持着虚伪的婚约，不过是不想因为退亲闹大，伤了公主殿下的颜面。你魏家明明已因这桩皇亲成了高门大户，你却还妄想利用我周家更进一步。我没有，我是真心的。真心？若你真想高价，凭你的样貌，光明正大去争便是，偏要使出这等下作迷药的手段。另外，也好要让你死个明白。公主殿下比我更早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她为了保住你们魏家那点可怜的脸面，亲自备了厚礼送到我家，在父辈面前替你赔罪。否则，你以为周家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魏府忍到现在？我便是撞个鱼死网破，也绝不会娶你这种毒妇入门。凌月，既然早就知道，你居然看着我像小丑一样演戏。原来凌月是为了护着他，而我为了魏延，竟然骂他心性狭隘。凌月，我错了。我一直以为是你用了下作手段逼我和你成亲，以为你嫉妒清霜，以为你欺压杨儿，可原来全是我魏家欠你的。宁生，你闻到了吗？这屋子里似乎有种米粮腐烂的味道。殿下，或许那是陈年旧物的腐气。哼，是啊，知错了，后悔了，哭得真凄惨。可这份迟来的悔过，对我来说，就像是堆烂在仓库里的陈年米粮。它不仅不能饱腹，还有毒。宁生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府里总有些黏糊糊的东西，让人心烦？是某些不愿离去的脏东西，
日日在这守着，扰了殿下的清静。他倒是挺有毅力，可惜本宫现在连看他一眼都觉得倒胃口。去，传本宫旨意，请长风剑的道士来，把这公主府上上下下连门缝都给本宫贴上符箓。是，殿下。绿月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？我只是想陪着你，我知错了。从今往后，他去了哪里，是灰飞烟灭，还是继续当孤魂野鬼，都与本宫无关。殿下，京城里出了件新鲜事。哦，那位陆家小姐被她父亲关进佛堂，要送去当尼姑，谁知她竟悄悄求到了卢翰林家那位卢正伦公子头上。卢正伦，未觉那个整日吟风弄月的知心好友。正是，这位卢才子昨日抬着重礼登了陆家的门，当着陆大人的面儿说要娶陆清霜，还说是不忍见明珠蒙尘。陆大人当场就应了，直接把婚期定在了3日后。如今京城里都在议论，说这知己变夫婿的戏码比画本子还精彩，倒是一出好戏。魏杰若是知道了，不知作何感想。自己舍命护着的小青梅，转头嫁给了自己的知心好友，这份滋味可比当初被掰断手指还要叫人清醒几分。殿下，这玉佩怎么……玉碎了，未觉的魂本宫拘不住了。那这几日，这孽缘恐怕是到此为止，真的彻底解除了。宁生，这宫里待得久了，连骨头都觉得僵了。城郊有什么好去处吗？回殿下，城郊有一处温泉别院，风景雅致，此时去泉水尚可。哦，听你的语气，似乎对此地颇为熟悉。你去过？属下只是耳闻不错，说是京中显贵都爱去此处消遣。既然连你这个闷葫芦都说不错，那想必是极好的。好，那就去温泉别院。这3年来粘在身上的晦气，也该好好洗一洗了。奴婢这就去准备。殿下可要在别院多住几日？住几日算几日，收拾吧，明日出发。是，殿下。凌月，殿下难得起这么早，看来是真惦记那温泉了。走吧，出发。殿下您瞧，那家点心铺子又出了新花样，回头奴婢差人来买。你倒是比本宫还爱这些。真是晦气，出门散心，偏偏要经过这陆家的大门口。直接走便是。
窥系公主行踪，挡驾不让，魏爵，你是想死吗？凌月，你去哪里？休要在此胡言乱语，你已被休弃，还有何颜面拦路？凌月，你等等我，我先去把这些脏东西清理干净，便立刻去寻你。宁生，走，不要为了无干的人耽误了行程。驾！陆家好大的胆子！陆清霜早已是我的妾室，陆大人一女二婿，是欺我魏家无人，还是欺卢公子眼盲？什么？陆姑娘是驸马？哦不，是魏公子的妾室。难怪坠崖的时候死死抱在一起，原来名分早就定了。这一女许二夫，陆家这回老脸丢尽了。殿下，魏爵这是？停下看看，本宫也想瞧瞧这场戏如何收场。魏爵，你疯了！今日是卢公子提亲的大喜之日，你休要在此胡言乱语，毁我女儿名节。快下来，咱们有话进屋说。进屋？陆大人是怕丑，你说我毁他名节，那这些东西，陆大人可认得？这些东西，陆大人可认得？都是他陆清霜在魏府与我私会时落下的。陆贤侄，你听老夫解释，这定是魏节师坠崖坏了脑子，他在胡言乱语。你无耻！你既然早就占了他，为何还要让他来祸害我？正以你我知己一场，才不忍看你娶一个在魏府暖过床的女人。好一个魏爵，你狠！魏爵，你今日不就是想要个交代吗？好，今日这女儿老夫便赔给你了，是打是杀，生死由你。从今往后，与我陆府再无半点瓜葛。爵哥哥，陆清霜，这就是你想要的。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您瞧魏爵那眼神，像是要活剥了他。人总要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付出代价，这结局对他们来说最是相配。本宫也懒得再看了，宁生，命车队绕路，别让这满地的脏东西挡了咱们去温泉的兴致。这。宁生，你瞧今日那陆府门前青梅竹马成了怨母，知心好友反目成敲，你说以后我们会反目吗？不会，属下与他们不同。哦，如何不同？若有一日我对不起你，你大可直接杀了我也无妨。属下的命是殿下的，绝不背主。殿下，您瞧宁大人这耿直性子，倒真是叫人踏实。这世上终归还有些人，一些情谊是不会变的。本宫很满意。
发生什么事？站住！凌月，这3年欠你的，我用一辈子还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曾经这道身影在清锐岁月中确实明媚，可现在瞧着，只觉得脏了。宁生，你会舞剑吗？回殿下，属下的剑只会杀人。杀人？那正好，杀了吧。魏爵，你以为本宫还是3前那个会被皮相迷惑的小姑娘吗？凌月，我知错了，你能不能回来？我收起你那副深情悔过的戏码，本宫看了只觉得反胃。你说你错了，可你跪在本宫面前，到底是为了情谊，还是为了你那肮脏而不敢见光的欲望？3年前，魏家落难，你这位高高在上的魏大人被众人拉踩羞辱，那一刻，你比谁都清楚权力的好处。我那是为了救父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若非深知没有权力便如蝼蚁，你母亲怎能劝得动你去走长公主府的门路？若非被陆青松退婚伤了颜面，急需一段通天的姻缘让陆青松后悔，你又怎会心甘情愿当着驸马？本宫从来不是你的救命稻草，本宫是你最好的选择，是你报复陆清霜重回巅峰的工具。可笑的是，时至今日，你依旧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，你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也是一个唯利是图、见风使舵的小人。我不是。所以你这3年冷待本宫，不断欺骗自己，说本宫是贪恋美色的毒妇，是为了得到你才构陷魏家。只有这样自欺欺人，把自己包装成被迫委身的受害者，是的，你才能在这公主府里过得好受一些，对不对？魏爵，本宫今日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你配不上本宫。本宫光明磊落，说一不二，而你只会躲在阴影里自欺欺人。你我之间从来都是云泥之别。还有，本宫再告诉你一次，你父亲与信王之间原本就是清清白白的。什么？那当初为何？查案之初，草木皆兵，所有有嫌疑之人都要扒下一层皮来查。魏家受审，那是公事公办。你若还不信，大可去问你那位好父亲。你竟然早就看穿了我，知道我的自私，知道魏家的算计。凌月，你当初为何还要和我成婚？你以为若非天命所指，凭你这副皮囊，当真能入得了本宫的眼？魏公子，你也太高看自己了。这京城里美男子多如过江之鲫，殿下为何偏偏选了你这块烂木头？你说什么？从始至终，你只是一颗棋子，一颗用来牵制魏家、混淆始天的弃子。全赖长风观无上道人为本宫批命，他说你魏爵是本宫命里必经的一道情节。情节？所以你才……不错，若非为了渡劫，你以为本宫会容忍你那陆妹妹在眼皮子底下晃悠3年？魏爵，本宫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以为坠崖后的昏迷只是意外，那是本宫亲手将你的魂魄锁进了玉佩。你母亲的虚伪，陆清桑的背叛，全是本宫让你亲眼看个明白的。是你，竟然是你！你让我眼睁睁看着那一切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。沈凌月，你好狠的心！狠，比起你3年的冷暴力，
这不过是因果报应。如今玉碎了，说明你我之间的缘分已彻底断绝。魏绝，若要强求，便是自寻死路。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凌月，你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脏了路。怪哉，这闷葫芦刚才那一脚，怎么瞧着竟有几分松了一口气的欢快？殿下可知道，如今京城贵女个个顶着几寸高的高髻，叫望仙，面时也要在酒窝处点花样，新月纹、花瓣纹，财大气粗的还点金钱纹，说这样才灵动娇俏。既然流行，本宫也附用一次风雅。宁深，你看这云纹如何？本宫让你转过身来，看着本宫。属下再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既然宁大人觉得好看，那本宫也在你脸上点两个，给你点两个金钱纹，保你往后财源广进，如何？殿下，属下是粗人，消受不起。宁生，你这木头居然也会逃命！父皇这也是太兴师动众了。本宫早已说过，这驸马之位有或没有，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令月，你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咱们身为皇家的女儿，若不趁着年少恣意，难道真要像那些深闺怨妇一样，守着个烂木头过一辈子？可惜，这些儿郎好虽好，一看就是端着名臣架子的，若招来做面属，怕是头一天就要死见父皇。姑姑又胡说。宁生，属下在。这画师的工笔当真了得，连你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死人脸都画得这般缠身。姑姑，你方才不是嫌那些小郎君只能看不能用吗？你看这个小郎君如何？哟，这一位啊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狠劲儿，的确是极品。能守在你身边这么多年还不挪窝的，自然是极好的。令月，反正你也不打算嫁人，这画像既然都送上来了，不如把它送给姑姑可好？姑姑府上正缺一个这般身手的贴身护卫。宁生，姑姑问你要人呢？你是想去长公主府享清福，还是想留在本宫这儿继续当你的闷葫芦？宁生，你这是何意？瞧瞧，这一听要走，连命都不要了似的。令月，姑姑可是认真的，这么个俊俏又忠心的冷面郎君，整日放在你这儿当个木头桩子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若你不用，就送到姑姑府上，那可不行。姑姑，此人本宫送不得。哦，为何送不得？送了他，本宫3个月后的婚姻上，便少了最重要的驸马。好一个少了驸马！令月，你早该摘的这颗明珠归家了，
害得我白白替你担心了3年。如今明珠还吴，姑姑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，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。宁生，本宫问你话。殿下，请讲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喜欢上本宫，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是在殿下第一次问属下心中可有心目女子的时候。那你可知，本宫又是什么时候看你不再仅仅是一个侍卫的？属下不知。大概是你给本宫讲那个公主与驸马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在故事里把那个驸马说的那般好，披荆斩棘，不畏艰难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故事里那个一往无前的驸马绝不可能是魏绝，魏绝太聪明了，遇到困难他只会用巧计，用阴谋，甚至像个缩头乌鸦一样浑水摸鱼，他从不会为了本宫去拼命。可你不同，宁生，若是为了救你的公主，你大概会不远万里跋山涉水，哪怕粉身碎骨也会一往无前，对不对？属下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那便成亲吧。这一次，本宫要嫁一个真正值得的人。